黎明，你等一下。怎么了，王宇？我发现你的声音今天很好听，真的。是吗？呵呵，谢谢你。我没觉得有什么不一样。不，真的，你的声音听起来，很舒服。你今天心情很好吗？我心情不错，不过可能不是因为这个。那是因为什么？我刚才来这里以前，一个人坐了一会儿，我喝了一杯水，然后什么都没做。什么都没做。对，我只是在呼吸。呼吸？我们每个人都在呼吸啊，这个有什么特别的？我说的是那种，很慢、很深的呼吸，你懂吗？就是你感觉空气到了你的身体里，很里面。哦，我好像有点懂了。这和你的声音有关系吗？有很大的关系。我觉得这对我们说汉语的人，特别是正在学习汉语的朋友们，非常重要。真的吗？呼吸对学汉语很重要。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聊一聊这个？我觉得很有意思。好啊，这个话题确实很好。我以前的汉语老师也说，说话要注意，但是我一直觉得说话就是用嘴，和呼吸有什么关系呀？关系很大。你可以想，我们的声音是怎么出来的？是从身体里出来的。对，那什么东西把声音推出来呢？是我们的气，就是我们呼吸的空气。对，如果你的呼吸很短、很急，你的声音听起来就会很累，不稳定。哦，我懂了。我以前说话很快，我的一个中国朋友说：王宇，你别着急，慢慢说。他说我说话的时候，他听着都觉得累。对，就是这个感觉。很多人学汉语的时候很紧张，他们想说对，所以他们会忘记呼吸，然后他们说出来的汉语声调就很容易错。你说的太对了，我就是这样。我一看到老师就很紧张，我想说老师好，但是说出来可能就变成了老师好，或者是老师好，声调都错了。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因为你紧张，你的呼吸就不对了，你的身体很紧张，你的声音也很紧张。所以学好汉语的第一步，可能不是记住很多汉字，而是学会怎么好好的呼吸。这个想法很有意思。我们以前都觉得学汉语就是看书、写字、听老师说，没想到呼吸也这么重要。对，它是一切的基础。你的呼吸好了，你的身体就放松了。身体放松了，你的声音才能很自然的出来。就像盖房子一样，哦，怎么说？我呼吸就像房子的下面，那个叫什么地基。如果地基不好，上面的房子就不好看，也不安全。王宇，你这个比喻非常好，真的，呼吸就是我们声音的地基，地基稳定了，我们才能在上面盖出漂亮的房子，也就是我们说的汉语。哈哈哈，太好了，我的比喻你喜欢。那我们现在可以试一试。现在吗？在这里？对，很简单，听我们说话的朋友们也可以一起做。好，你说我们怎么做？第一步，找一个舒服的地方坐好，你的后背要直。好，我做好了。第二步，把一只手放在你的肚子上。肚子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做的是
深呼吸。深呼吸的时候，你应该能感觉到你的肚子会变大、变小，而不是你的肩膀。很多人呼吸的时候，肩膀会动，那个是不对的。哦，有意思。好，我的手在肚子上了。好，现在闭上眼睛，用你的鼻子慢慢的吸气，心里可以数1、2、3，感觉空气进到你的身体里，你的肚子像一个气球，慢慢变大。1、2、3，我感觉到了，我的肚子真的在动。很好，现在用你的嘴更慢的把气呼出来，心里可以数1、2、3、4、5，感觉你的肚子在变小。哦，1、2、3、4、5，哇，感觉很舒服。对，我们就这样做3次或者5次，每天都可以练习。早上起床的时候，或者晚上睡觉以前。我觉得这个方法很设计，很像一个老师在教学生。可能吧。那你呢？你有什么好方法吗？我的方法可能有点儿，不太一样。我不太喜欢数数，因为我会忘记。哦，那你的方法是什么？我想象一个画面，我喜欢喝茶，所以我闭上眼睛的时候，我想象我的身体是一个空杯子。一个杯子。对，然后我吸气的时候，我想象那个热茶正在慢慢的倒进这个杯子，从杯子底开始，一点一点的把杯子倒满。这个过程很慢，很安静。这个想法很美。然后我呼气的时候，我就不想了，我就感觉那个茶的温度很暖和，在我的身体里，这个感觉让我很放松。你的方法也很好，听起来更像是一种感觉，一种体验。我的方法可能更技术，你的方法更艺术。技术和艺术，但他们的目标是一样的，都是让我们放松，让呼吸变好。所以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，你们可以试一试李明的方法，也可以试一试我的方法，看你喜欢哪个。对，找到适合你的方法是最重要的。好啦，我们现在知道怎么呼吸了。那它和汉语的4个声调豆定有什么关系呢？关系非常直接。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字“妈”来试一下。好，第一声是“妈”，它很高也很平，你试一下。妈。对，你说“妈”的时候，你的气要很稳定的出来，不能多也不能少。如果你呼吸不好，你的声音可能会抖，就不是“妈”，可能是“妈”，就不对了。我明白了，稳定的呼吸等于稳定的第一声。很对。现在我们看第二声“麻”，声音是从下面慢慢的上去，像问问题一样。什么？麻？这个有点难，我的声音上不去。这个时候深呼吸就有用了。你先吸一口气，然后用这口气把你的声音慢慢的抬上去。你试试，吸气，然后麻。我试试，吸气，麻。哎，好一点了。感觉到了吗？你的肚子里有一点点力量在帮忙。感觉到了。好，最难的来了，第三声。啊，第三声，马。我真的觉得第三声非常非常难，我的很多外国朋友都这么说。我完全理解，这是很多学生的问题。第三声是先下去，再上来，很多人只做了下去，没有做上来，
所以他们的你好听起来像你好，声音很低，没有上来。对对对，我就是这样。老师说我的第三声听起来像死了。哈哈哈，老师说的太直接了。其实第三声需要最多的气的支持，因为你的声音要走一个很长的路。你想象一下，你的声音要先走下山，再走上山，这个过程需要能量，这个能量就是你的气。那怎么练习呢？还是用呼吸，先吸足一口气，然后说麻的时候，感觉你的声音在你的身体里先沉下去，沉到最低，然后用你的气再把它慢慢的抬起来。马，好像还是很难。有一个小方法，你可以用你的手帮忙。用手？对，你说麻的时候，你的手也跟着画一个第三声的形状，先下去再上来。身体的动作可以帮助你的声音。哦，这个好，我试试。马，哎，真的耶，我感觉我坐地了。你看，很简单吧？身体和声音是一起的。太好了，我今天学到了一个好方法。那第四声呢？骂。第四声是从最高到最低，像在说不，这个需要很快很有力的气，所以你要先吸气，然后把气很快的很坚决的放出来。骂，这个我觉得比较容易，因为我很喜欢说不要。对，第四声比较直接，所以你看，第一声需要稳定的气，第二声需要向上的气，第三声需要足够的气，第四声需要有力的气。每一个声调都和我们的呼吸有关系。我今天真的学到了很多，以前我只知道妈、现在我知道了，他们的声音后面是不同的呼吸，不同的感觉。我觉得说汉语有一点像唱歌。哈哈哈，你说的非常对。很多人说汉语的声调有音乐感，你的呼吸就是你唱歌的力量。没有好的呼吸，你唱不好歌。同样，没有好的呼吸，你也说不好汉语的声调。所以，想要汉语说得好听，我们都要变成歌手。哈哈哈，可以这么说。哈哈哈哈。好吧，李明，今天真的谢谢你，我感觉我对声调有了新的认识。以前我觉得它很难，很无聊，就是一些规则。现在呢？我现在觉得它很有意思，它和我们的身体、我们的感觉都有关系。它不是死的，它是活的。太好了，你能这么想。学习任何东西，找到乐趣很重要。如果你觉得它有意思，你就会想每天都练习。对，每天练习一点点，不用很多。就像我们今天说的深呼吸，每天做几分钟，就会有很大的变化。是的。那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最重要的几个词，好吗？帮助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复习一下。好啊。好，今天我们说了呼吸，特别是深呼吸。我们还说了呼吸是我们声音的地基。然后我们说了汉语的4个声调，第一声妈，第二声麻，第三声马，还有第四声骂。这些词都很重要，希望大家能记住。那我也想问问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对你来说，你觉得汉语的4个声调哪个最难？是第一声、第二声、第三声还是第四声？为什么？你可以给我们留言，告诉我们你的故事吗？我们很想听。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，我们期待大家的回答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。好，朋友们，下次再见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